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艺人。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要用 Vue 的 ref 的函数，而一般的传统的 JavaScript 的变数有什么不同呢？好了，废话说太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大家会不会好奇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用 Vue 的 ref 函数？难道一般的 JavaScript 的变数不行吗？其实，如果要用纯 JavaScript 达到同样的功效，你至少要做3件事情。第一，你要宣告变数；第二，你要自己写更新资料的逻辑；第三，也是最麻烦的一点，你要手动去通知网页，一个一个的去更新画面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有10个变数要处理，要写这些更新的逻辑，我光想一下我就快要疯掉，更别说在一般的 JavaScript 里，我们还要手动去操作这些元件。这真的很麻烦，你要在一层一层的 HTML 结构中辛苦地找到那个要更新的元件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 Vue 的 ref， 因为这些麻烦事 Vue 都通通帮你自动化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范例吧。现在我们要来实做类似 Vue 的 ref 的函数的功能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单纯的 HTML， 我们要先把显示界面建出来。现在我们已经显示出 count 一词的画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抓取显示 count 的元件。我们在 body 之下建一个 script 的标签，我们要抓取显示 count 的元件。我们测试一下有没有抓到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抓到这个元件了。我们设定 count 的变数，然后我们要建立更新 count 的函数。然后我们要来建立通知更新 count 值的函数。这个意思就是我要通知我们显示的这个元件，叫它更新那个 count 的值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新增累加的程式。我们要使用更新的函数，我们就来使用 count 加1。我们累计完之后，我们要来通知。这样子，我们累计的程式就完成了。然后程式刚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预设值给它显示出来，所以这下面也要再直接就先通知一次元件更新。然后你看现在画面上面就出现 count 一次等于0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实做按钮的事件，我们这边增加一个 button。然后我们这边写着 add， 然后我们把 click 的事件，现在这样子，你看现在这样子之后就可以累计直接这样子更新。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刚刚做的那个一般的 JavaScript， 然后把它能够类似 Vue 的 ref 元件，你看一下我们光做这个程式就已经要做个10来行。所以你想看，如果10几个的时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到这边我们已经完成一般 JavaScript 执行 Vue 的ref 类似的功能，可以看到我们花了不少力气去实做。这边最麻烦的要一一通知网页更新，如果少一个，你的程式就会挂掉。看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请帮我点个赞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之后有任何新的内容，你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主题。在 Vue 3里，我们可以将预设资料喂给 ref 函数，这样一来会建立一个能够自动更新画面的资料，我们称之为响应状态。你可以把 ref 想象成一个神秘的盒子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包在一个盒子里呢？因为在 JavaScript 中，如果一个普通的变数，当它数值改变，Vue 是无法完全察觉的。
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装进这个盒子里。这个盒子里不只装着资料，它还内建了追踪变数、订阅及通知的功能。有了这些功能，View 才能够在资料发生变化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收到通知，而精准地重新渲染网页上面的内容。就像画面左边看到的 Count 现在是一个 REF 物件，它的预设值是0。那要怎么样把 Count 的资料呈现在网页上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在样板语法中用2个大括弧把 Count 变数包起来就好了。那 REF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在 JavaScript 的逻辑中，我们必须透过点 value 属性才能打开盒子，看到里面的资料，或是对它进行资料的修改。不过也有方便的地方，在模板语法里，也就是那2个大括弧里面，你是完全不需要加上点 value，View 会自动把盒子里面的资料拿出来直接使用。就像左边程式区块看到的，在 at 函数中，我们必须使用 count 点 value 加来进行操作，但在模板语法中，我们却能直接使用 count 或者直接进行运算。这是 View 在底层替了我们做了许多繁琐的步骤，让我们在开发界面时更直觉、更加方便的使用。我们就来看看 View 的 REF 函数跟一般的 JavaScript 的变数有什么不同吧。我们开始实作，我们先汇入 REF 函数，然后我们设定 count 的 REF 的变数。接下来我们要在模板语法中用2个大括弧把 count 包起来，将 count 值显示在网页中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网页上面已经出现 count is 等于0。我们要增加一个 button， 并绑上 click 事件，然后当点击的时候就累加 count 的值。我们先用模板语法的方式来实作。建立一个 button， 然后名称为 add， 然后绑 click 事件，然后我们就直接 count 加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就出现一个 count 的加，然后我们按 add， 它就出现+1、2、3、4。然后你看我们的那个程式就这么简洁，只有3行，比刚刚我们用 JavaScript 实作的要10几行来的简单多了。而且我们还不用去烦恼它什么时候更新，什么时候要去通知网页来显示它的内容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制作，我们透过点 value 来操作，所以我们现在从这边，我们先建一个那个 add 的函数。然后我们这边就用 count 点 value， 然后一样按加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 add 换到这个click的事件变成这样子就一样是click的那个累加的动作已经完成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你看像这样子也是一样。所以在样板的时候要使用，在程式区块的时候要使用 value 这个属性来进行操作，然后在样板区块我们就不需要透过点 value这个属性来操作， View 会自动帮我们把它显示出来。这边我们可以比较上一个一般 JavaScript 的范例，你不觉得简单多了吗？所以 View 让我们来专注在资料的逻辑，剩下的更新细节全部都交给 View 处理就好了。我们刚刚看完 View 的 REF 的范例之后，应该有发现比起一般的 JavaScript 的范例， View 的范例应该清爽不少吧？你只要专心修改资料，画面就像变魔术一样跟着动，这就是响应变数的魅力。相信大家应该会知道要选择哪一个来使用了。影片到这边，相信大家已经学会 View 的 REF 函数怎么使用了。这边有我推荐的影片，如果有兴趣一定要收看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哦，拜拜。